Google 在今天释出了它的云端硬碟最新版的桌面应用程式，也就是 Google 云端硬碟电脑版，英文名称是 Google Drive for Desktop。原来我们使用的 Backup and Sync 呢，在今年的9月呢就会开始停止使用了。那全面会用这个电脑版来取代。那事实上，在2017年的时候，原来的 Google Drive 它的客户端的程式就变成有2个版本。我们一般用户用的是叫做 Backup and Sync， 就是备份与同步。企业用户呢用的是 Google Drive File Stream。那我们目前这个最新的 For Desktop 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从 File Stream 修改而来。这个 File Stream 跟备份与同步这一个程式中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呢？我有放了一个连结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最简单的比对的方法来说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For Desktop 的这一个版本呢，它不是使用本机硬碟的一个机制来同步我们的网络磁碟机而是它是透过了串流的方式。在我们安装了 Google Drive for Desktop 以后呢，在 Windows 里面呢，它会自动帮我们建立一个虚拟磁碟机那也就是预设的话会是 G 冒号。那这个 G 冒号呢，它就像是我们本机电脑硬碟里面的一个磁碟机的代号。那我们只要针对这个磁碟机代号做任何的档案移动呢，后面的这个同步软体呢，会把我们修改的东西呢自动同步到云端去。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以后我的云端硬碟Google Drive 的我的云端硬碟呢，就只是类似一个指标，它实际的档案呢，其实还是放在云端。那在我们本机里面它只是放了一些档案的一些连结而已等于以后他们不会再占用我们本机硬碟的空间。比如说我的 Google Drive 的空间我们可以到我的云端硬碟你只要上网以后然后进到云端硬碟以后呢，在左边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储存空间的配额，像我这边是133GB 那已经使用了 78.72 GB。 那这个容量呢，我们到时候在我的云端硬碟里面看呢，在这个我的云端硬碟里面看我们会增加出一个 G 冒号这一个磁碟机代码。那如果你来看它的内容的话呢，它的空间其实也就正好是我们刚刚这边的133G。但是它其实在我们的硬碟里面是不占任何空间的它只是类似做一个连结，然后我们可以在我的这个档案总管里面呢，直接浏览我主机上面的任何档案那我们在本地做的任何修改它也会马上同步到云端上面那它的缺点当然就是因为本地端没有放实际的档案，那因此我们对这些档案要做档案操作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开启来做编辑，那它就会要再多做一个下载因此如果你的档案比较大的时候呢，你用这个 Google Drive 呢，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点迟延的一个感觉因为它事实上是要帮你从云端把档案下载下来，你本地端之后，你才有办法继续做后面的处理。那这是它的一个缺点。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如果说你的云端硬碟里面的档案经常需要更动更动的频率很频繁的话，那可能会像用 Dropbox 这样子在本机有实体档案的这一种云端机制会比较好。那如果说你的异动比较少的你可能就是有一些文件需要做参考，或是有一些连结分享给别人去做下载，像这种档案异动比较少的呢，其实用 Google Drive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其实不会占用你本机硬碟的空间所以等于你不需要再花另外一个空间来让云端里面的档案来占用那这个是蛮方便的一个好处。以我个人而言我理论上我会2个云端服务都会使用因为我 Dropbox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公用程式呢，就是其实已经放在 Dropbox 里面的。那有一些档案又需要放在 Google Drive， 因为 Google Drive 我的空间比较大，那我还是会使用 Google Drive 来存放这一些可能是阅读性的一些档案。那这个当然就是看各位的选择。那反正就是说这个最新的这个应用程式呢，其实
已经大幅提升了 Google Drive 的可利用性哈。像以前的 Backup and Sync 哈，经常有同步不完整啊，或是速度很慢的问题。看起来我用了一下子哈，发现这一个 Google Drive for Desktop 的目前这个版本呢，用起来还蛮顺畅。各位有需要的话呢，不妨试试。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